大家好，我是德叔。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所以想分享一下我和我男朋友的恋爱经历。大家知道，在一起12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啊。尤其是同志，不确定的因素会更多，不太容易常常听说这种经验，所以想分享一下，或者能从我们的那个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。不如就从头说起吧。我大学毕业前结束了我人生第一段和男孩子的恋爱，毕业之后就去了重庆。那个时候的我毛头小子一样，很阳光，很玩世不恭，很像个小流氓。那个时候发际线还在正常的位置，就大概是这儿吧。就总之颜值还在线，毕竟是10多年前啊，比现在肯定是帅气很多。就整个人其实是很骄傲、很自信的。所以刚刚到重庆的时候，虽然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重庆这个魔幻的城市，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，错综复杂的轻轨立交，灯红酒绿的，就是特别赛博朋克的那个大城市的样子，我内心没有一点害怕。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无所有的，包括工作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找对象，我想谈恋爱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上期视频啊，就是教大家如何找对象的那期视频。其实那些道理并不是我后来总结的，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些道理全部都想通了。比如我清楚我想找对象，我就要先去认识足够多的人，我才能有的挑，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，是我在那个时候就想清楚的事情。但你要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我知不知道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是真不知道，就凭直觉，想找个喜欢的。可能也是因为我第一个男朋友是喜欢自己多一些的啊，所以这一次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。那个时候是没有智能手机的，交友方式我记得有俩网站，一个叫朋友别哭，一个叫 BF99，好像是啊，太久远了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 QQ 的聊天室。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什么是聊天室啊？算了，我不想多说，不重要。我觉得我是古代人。反正那个时候找对象比现在要难多了，因为在网站上本来就很少有人贴照片啊，你想跟他们取得联系，好像还需要在站内发站内信，然后问他的 QQ 号什么的，然后再等对方看到，然后给你回复之类的，很麻烦。总之呢，我会在网上聊天，然后觉得 OK 的，我就会约见面。其实能真正约出来的不多啊。我比较相信见面会给人的感觉比较准确嘛，但是不要误会，并不是约炮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单纯啊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见面不约炮是一个默认选项，就大家出来一起吃一顿饭，然后各自回家就很正常，不像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我甚至在那个时候交了很多朋友，就是关系一直很好，很多年。其中有几个后来我们还一起租了房子，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然后他呢，就是其中一个跟我聊天的人，他特别神秘，平时不聊天，但忽然会有一天来一条消息说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？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重庆解放碑的一个地下小吃街吃的包子，你想想我们有多接地气，是我的主意，我是真的爱吃那家包子。重庆好吃的很多，我却选中了包子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谈不上有多好，他就浓眉大眼的，就个子比我要稍微矮一些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很挺拔，话很少，但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场，就一看就是一个正人君子的那种感觉。在他旁边，我可能就更像个流氓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就又约了2次饭，每次都是很突然的，突然给我发条短信，然后慢慢熟络起来之后，他话也开始变多了，我才发现哦，原来我们并不是两类人。
相反，我却能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些我在重庆人的身上找不到的一些亲切感。就我们的外表虽然完全是不同的人种，但内核相似的地方其实很多。总之呢，就挺投机的。那一年的新年，因为我才刚毕业没多久嘛，所以没有钱买机票。我是一个人在重庆过的年，生平第一次没在家过年，一个人有点可怜兮兮的。然后年后没多久，年假就是新年的假期都还没放完呢，马上就又快到情人节了，我更可怜了。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浑浑噩噩的在 QQ 上漫无目的的聊天，然后发现他也是一个人在重庆过的年，没回老家，跟我一样可怜。所以二话不说，我们两个孤苦伶仃的人啊，就决定抱团取暖。就情人节的那天上午，我们就约好一起出去逛个街。那天的约会我们真的太开心了，我记得好像是上午逛完街，中午在解放碑吃饭，吃了饭还不散，还不想结束，又去江北观音桥继续逛，然后又吃晚饭，晚饭结束之后又去那个 shopping bar 三峡广场，最后天都大黑了，我们又去磁器口、古镇、江边，就一场没有尽头的约会，一直到快凌晨1点吧，就是超级晚，我们还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溜达。他不说再见，我也不说回家。我心里其实是很想不回家的，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他也不说。然后最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终于说出来了，我说：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我们小区大门可能锁了，怎么办呀？他瞥了我一眼，给了我一个特别嘲讽的眼神啊，然后就拉着我进了街边的一个小宾馆。情人节凌晨1点，那个宾馆居然有房间，哎，好神奇。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们在一起吧。他答应了，但是他马上就跟我说，他说但我得跟你说件事儿，我肯定是要结婚的。原来呢，他是一个军人，当时他是个连长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我就为什么他这么神出鬼没的，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也不多聊，还有他浑身散发出的那种正道的光是哪儿来的啊？然后他给我描述了一下部队的环境，大概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必须要结婚的理由。就我听的其实也似懂非懂啊，我就觉得他面临的压力可能也是真的比普通人要大很多吧。但说实话，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在意，我心里想说，谁知道我们会在一起多长时间呢，对吧？你不过是我第2个男朋友而已，对吧？然后，于是我们就恋爱了。他平时是要住在部队里的，然后但还好他有一定的级别啊，所以是有一定的自由。那段时间一到周五我下了班，我就偷偷的潜入到他们部队里面，钻进他的宿舍。他的宿舍就是他一个人哈，就是一套1室1厅的房子。我会一直待到周1的早上，然后我去上班，每周都如此。平时他是出不来的，所以那段时间我见到的他基本上都是穿着军装的他，特别威风，很帅气。就下面的小兵嘎子啊、小战士啊，看了他都毕恭毕敬的，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啊。他还有专门负责伺候他的2个通讯员，就2个小伙子，给他洗衣服、叠被子、打扫卫生，就像太监伺候皇上一样。渐渐的，我就完全陷进去了，我彻彻底底的爱上了他。我每天都在期待周末能跟他混在一起的时光。就如果某个星期他有事儿不能陪我的话，我整个人都会无比消沉。但对他爱得越深，我脑子里那个倒计时啊
那个时钟就越响，时时刻刻的提醒我，他是要结婚的，他是要结婚的。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有限的，再加上我们本来见面的机会就不是很多，所以我就越发的珍惜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光。他当时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，常常要加班，就是通宵加班都是常有的事儿，所以他放在私生活的精力是特别有限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他并不是特别喜欢我，我喜欢他相比要多得多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怨恨啊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会有意的装成一个情商很高的人，去包容他的一切。其实我情商是很低的，就我会对他非常好，而且心甘情愿的对他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必须要珍惜，因为他结婚的那天就是我们分手的那一天，而这一天并不遥远，他大我2岁，结婚的年龄近在咫尺。我来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一个爱你的人对你说的哪句话你会是最感动的？是我爱你吗？还是我养你？对我来说都不是，而是我决定不结婚了。我也忘了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几年了。那一年，他随部队去藏区外训，我们几个月都不能见面。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有彼此，所以是暂时的分开，让我们有机会认真的审视我们俩的这段感情对于自己到底有多重要。于是我就发觉他开始越来越多的主动跟我发信息啊，打电话呀，偶尔我不回复他的时候，他还会生气，甚至他会要求我叫他一些比较亲昵的称呼啊，甚至开始要求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必须要跟他说一声晚安，我爱你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偷偷的跑出来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老公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他说我决定了，我不要结婚了，咱俩永远在一起。说完，他还强调，他说这不是心血来潮才说出来的话，他是思考了很久，想了很久才做出来的决定。在此之前，我是从来没有奢望过他会这样决定的。事实上，除了在一起的那天，我们从来也没有聊过这个话题。我问他，可能吗？部队里面怎么办呀？他说行婚呗，实在不行就转业，无所谓。所以那段时间啊，我们俩就变得就像刚刚在一起一样，就每天你侬我侬的，如胶似漆的，而且一点也不会控制表达的欲望，就每天都会说一些外人一听应该就都会吐出来的话。就我们开始聊未来，我们说好以后要去新西兰结婚，我们要去拍结婚照，我们聊该怎么应付家里人，我们聊未来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。说到这儿，回想起来啊，就是多年过后的今天，就除了因为他工作的原因没办法出国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去那个新西兰结婚以外啊，我们目前所有的已经实现的生活都是当初畅想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就住着自己的小房子，开着一辆很便宜的车，每天3顿饭都能在一起吃，然后晚上搂在一起睡觉。这完全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的生活，甚至他的家里人以及我妈妈，现在对于我们俩的接受程度都是远超我们当初的想象的。说回之前啊，随着他对我的感情的升温，我其实就开始慢慢的暴露本性。毕竟之前很多时候我的那个高情商是我装样子的嘛，是我只是想珍惜在一起的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去吵架而装出来的。而现在那个倒计时的那个表没了，他对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了，所以我俩的地位就渐渐的趋于平等。
我就开始慢慢的暴露了，就露出了那个又任性又霸道的我。但也还好，毕竟我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就是本质上还是那个原来的我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开始频繁的吵架。但很妙的一点是，我们俩是感情一边升温，一边开始频繁的吵架，很奇怪。我们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吵，吵架可能真的是情侣的必经之路吧，没有大事儿，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但也因为我们不会发生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啊，所以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虽然常常吵架，但却互相建立了极强的信任感。因为他的上一段感情是因为对方出轨而分手的，而我们其实觉得 gay 的感情是很容易出轨的，而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克制自己的，我们俩都是。所以虽然总是吵架，但我们其实对对方是越来越坚定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的又过了几年，后来他又真的转业了，而且转业后他不能留在重庆，而是要回到老家的城市工作。而我呢，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了当时还不错的工作，然后放弃了重庆的生活圈子，跟他一起到了现在的这个城市，就这样生活啊。所以其实说起来，我们俩为了能在一起，各自都是做了不小的牺牲的。我们在离开重庆之前，我们还去拍了结婚照，我们两个都穿着黑西装，去了第一次约会的解放碑，去了情人节那天死都不肯说再见的磁器口，去了每个周末我去他的部队都要坐的那个大巴的汽车站。现在这些照片就挂在我们家墙上啊，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小小的就是我们俩。这么多年了，12年，我们当然其实感情也有低迷的时候，有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分手。他以前吵架的时候会提啊，但后来我规定他不能提分手，他也就不提了。我们俩吵架一直有一个巨大的分歧，就是遇到矛盾之后，我就希望行了，大家情绪已经不对了，赶紧把这些事过去吧，赶紧翻篇吧，别说了，别磨叽了。但他就觉得不行，咱得把这件事扒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，这样以后才会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。但问题是他的扒开了揉碎了，在我看来就是不停的指责我的不是，我就会有情绪，这个架就会吵个没完。所以经常造成一个局面，就是我拉着脸把脸别向一边，然后他在旁边磨磨唧唧的巴拉巴拉的，他就说我遇事逃避啊，不解决问题什么的。问题是我觉得本来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有啥好解决的？你知道我们都会因为什么吵架吗？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有一次只因为我总说真心2个字，就他觉得我老说这种网络用语，他不爱听，他就跟我吵。他的理论是我只需要不说这2个字就能避免他生气，这么小的事情我都不能为他做到吗？行，能做到。我现在对于这俩字都有阴影，我俩吵的事情就是这么小啊。但是后来慢慢的，我开始放更多的耐心在事后解决问题上面，他也开始觉得不必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完美，大的方向没跑偏就挺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吵架越来越少，这大概就是磨合吧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我们几乎都不会再吵架了。我们俩现在的状态呢，就有一点很明确的，就是我们2个并没有变成亲人，我们依然是非常爱彼此的爱人。所以你常常听到的2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亲人的这个理论，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不一定。甚至我觉得我对他的爱已经升华到了另一种境界。一开始呢，我对他的爱是性的成分多一些，感情上其实更关注的是自己，就关注自己有没有受委屈啊，关注对方对自己好不好啊之类的。
后来呢，就慢慢的变成了将两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去关注，去思考如何让两个人更好、更默契、更舒适，如何让两个人能够更顺利的走下去，就是把关注点放在两个人的关系上面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我觉得当我们的感情已经变成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很自然、很和谐、很幸福的在一起之后，我对他的爱就变成了一种，就把他当做一个人类去爱的感觉，就像女娲或者是耶稣爱人类的感觉。不对，这个比喻不合适啊。就关注点会在他身上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就是希望他开心，希望他幸福。我会接受他一切的一切，包括他有智慧的那一部分，包括他孩子气少年的那一部分，也包括他野兽原始的那一部分。但当然，他的某一部分如果不加以克制的话，会伤到我啊。比如，我依然担心他会出轨啊什么的。但那我会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当然不希望你背着我在外面乱搞，因为我会受伤。但如果你哪一天真的忍不住的话，记得做好保护措施，然后其实我会原谅你。今天是七夕啊，其实我们在一起12年了，现在也不是特别经常的亲口说我爱你啊什么的。但我想，每天晚上当我用胳膊紧紧搂住你的时候，当我用头发去蹭你的耳朵的时候，你是知道我有多爱你的。对我来说，一辈子在一起已经不是一个祝福了，因为这已经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儿。我想说，老婆，我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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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老天能让我遇到你。我爱你胜过这世上所有的一切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的话，求点赞，求投币，谢谢谢谢！更加欢迎给我一个大大的关注，也欢迎你能在评论区里面讲讲你们的故事。最后，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！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下期再见。